Through this mask, I see no fear. 大家好，我是小雨，今天我们来讲一下速游。首先，速游的被动让我们有两种形态，技能按住不放，引导释放会使用战士技能，那点放或快速释放会使用刺客技能。而我们的形态决定于最后放的技能是属于战士就会是战士，刺客就会是刺客。在刺客形态的时候，跑速跟攻速都比较快，建议打野跑图时常驻。战士形态普攻比较远也比较痛，但攻速比较慢，虽然有减伤效果，但走太慢了。只有在会战开打时，在人群之间拼命的时候才比较好用。再来，刺客的一技能指定方向位移并造成2次伤害，战士的一技能则是指定方向位移并在最远处造成范围晕眩。然后刺客二技能小范围的小斩杀技，敌人血越少伤害越高。战士二技能按住不放砍3下是伤害最高的技能，并且第3下砍到敌方单位会回血。要注意的是，战士二技能是会被任何的控制技能给打断的。再来，刺客3技能往前砍一刀并向后撤退，打到敌人会缓速。要注意的是，在撤退的路上也有伤害。战士3技能则是蓄力键，按住不放，距离会变长一些。那还有一点要注意的就是，战士的1技能跟3技能在蓄力时被控制是不会消失的，一样可以放出来。但其实被控制的话，大部分也放不出来，因为时间到的话就没了。但就算我们战士技能放不出来的话，也是可以透过这个方式让自己变成战士。好，那以上好像很复杂，不过我这边给个懒人包，我们只要记住，刺客就是短时间的爆发高，速度快，适合收割跑图；战士则是慢慢来，打消耗跟控制，有减伤有吸血，让我们更能在人群之中拼命，适合在一技能进场后可能会受到大量伤害的时候来用。那速游这个英雄呢，我是建议拿去打野就好，尽量不要拿去走经验路，我觉得有点烂。原因我是觉得，因为一技能没有办法用一闪晕人，待会可以注意一下，我教瞬移的时候，一闪是没有办法晕到敌人的。虽然很多人可能认为装备出了一些之后能吸血很猛，或是出了点肉跟绿刀就可以很坦，但我是觉得打经验路可以有更好的选择，只有在已经选了又被其他的队友硬抢打野，逼不得已的时候才去经验路的。再来说一下出装思路，打野请叠 30% 减 CD， 因为蓝 buff 也有 10%。打经验路的话，请叠 40%， 不然没有叠减 CD， 要回7秒半的话，后期会很废。叠满 40% 减 CD 的技能只需要 4.5 秒，我们在会战跑图跑路都会更加勇猛，毕竟速游是技能型的英雄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实战了。这场是我单排的排位赛，那这又是一个新赛季的开始啊，大家都回到原点史诗场，所以新赛季的史诗场跟季末的神话百战场其实是差不多的，因为这个游戏在大家排位打上去之后，就会开始混入大量的人机 AI。那关于这个问题，以后我们会专门做一期视频为大家讲解的。这边我们就先来看速游前期打野要怎么打比较快吧。开场的话，点1技能或2技能都可以。这边我2技能不小心手滑了一下因为其实1技能跟3技能都有位移啊，而且1技能其实伤害并没有比2技能差太多，所以若是想拼打野速度跟走路速度的话，也可以开场点1技能，2级点3技能，3级再点2技能。不过因为我是单排嘛，所以我还是选择了1级点2技能，比较保险一点，刷野会更快一些。这边非常可惜，河道花没有抢到，要是早知道娜塔莉亚不会帮我，我就开红点1技能不抢河道花了，那我的刷野速度会更快一些。主要我点了2技能，也是因为开蓝是2只嘛，会打得比较快一些。不过走路跟跑图的速度也是提高刷野效率的关键，所以我们要利用1-3技能的位移跟刺客形态的跑速，而且1-3技能都是可以穿墙的，会大大增加我们打野的速度跟效率。那这边虽然我被河道花看到了，不过我还是经过金币路过来看有没有办法抓一下对面的莱斯利，因为现在乌龟要30秒后才会出
出生，所以我可以在这边稍微混一下时间。这边先看米娅有没有办法定到莱斯利，然后我再用战士一技能晕过去。不过我对伤害的计算错误了，因为现在还在前期，我还没有装备，应该要用战士2技能来打他才对。我是用刺客2技能打的，导致差点没收掉莱斯利。但如果有装备的话，打脆皮是可以这样接的。所以在前期我们看血超过1/3的敌人，最好还是用战士2技能来输出，再用刺客3技能尾刀加撤退，没死的话也可以考虑用战士3技能射人。那现在这边正在抢乌龟，而且人马血还很满，我就用战士2技能先出去再看情况。结果我1技能被娜娜给断了，但人马觉得他很威猛，不想退了。我刺客3技能过去还能给上缓速，那他收了，我再等个 CD 再继续输出。顺便说一下，要打伤害的时候，刺客1技能也能当做很棒的输出技的。那刺客2技能就是要稍微算一下伤害了，就例如说像现在砍这个娜娜，然后现在我们需要速度追人，所以我们就用刺客的技能。那像刚才打娜娜，我对刺客2技能的伤害掌握就比较好，但刚才打黑龙我就没有掌握好伤害。一般来说，我们在近距离的会战中，就是敌人的百分比血量少，我们就用刺客2技能来尾刀；百分比血量还很多，就用战士2技能来打伤害。然后刚才的会战还有一点要讲的就是，我们素有的技能是没有办法取消的，无论是自己取消还是在放技能时被控制到了，我们的技能都会进入 CD 状态，这应该是素有唯一比较吃亏的地方了吧。再来趁着空闲时间，我们稍微提一下刷野怪的顺畅度。那这边这一场我是打得比较差一些的，顺畅度还没有那么流畅，因为大家看到的这场我也玩不到10场而已。但像素有这种的刺客1/3技能都是可以能够一边提供伤害，又可以一边位移跟穿墙的。通常来说，最后一下再使用来尾刀野怪兼穿墙，刷野的速度会最有效率啊。不过先看这边，敌人都残血了，我1技能过来直接刺客2技能尾刀，但追不上哈利了，有点可惜。不过刚才看哈利身上没蓝，我们可以趁他回家的时候抢他的蓝，但很可惜已经被吃掉了。不过这样的话也能刷新看敌方 buff 的倒数时间。然后这边又看到哈利屁股痒在摊兵，我1技能过去看能不能把它给收了，但非常可惜我距离抓得不好，我这边插一段示范，如果想脑冲的话，其实也可以尝试这么做。不过我并没有这么做的原因，就是因为他是哈利，如果他反应过来逃离了，我又完全没有位移的话，就会很惨。然后这边打乌龟，我也是打得比较差的，大家看到我已经把技能放完之后，乌龟的血量已经变成500多了，而我的猎杀现在是有1600的伤害。如果你们是想要专精什么角色打野，就必须要去记得自己买了什么装备跟等级，打下去会有多少伤害，这样我们猎杀才可以更准确，打得才会更快，也比较不容易抢输敌人。刷野怪也是一样的道理，要记得剩下多少血量可以用什么位移技能直接离开，这样跑图的速度就会比一般不是专精的玩家来得更快。那我在前几天已经先放了一部素游的废片，那场我是开场点1技能，2级点3技能，3级才点2技能的。其实比较起来就会发现那样点前期是会打更快一些的，所以若是在2级之前想要拼打野速度跟走路速度的话，可以参考一下那部废片。而且我觉得那场我打得比这场素材更好吧，只能说啊，玩法跟思绪大概就是这样。不过我熟练度也不够，操作也操作不太起来，毕竟其实每天我玩 ML 的时间并不多，只有用讲的比较厉害而已。像这边就是一个例子，加上打野鞋的伤害，我们这样加上位移伤害并离开的话，跑图的速度绝对会比一般随便玩的玩家来得更快，而这就是我觉得素游在打野位上强势的点。跑图快就代表能更快到下一只野怪刷钱，比敌方打野更快的话，打出时间差，支援速度也会更快，也是林跟凡尼永远都不会弱的原因。好，先看这边，我冲进去敌方阵容中间就必须维持战士形态，才不容易被秒杀。等1技能回好再变回刺客继续拉打，顺便等一下技能 CD， 但是敌人很肉，所以刚才先用战士技能消耗，伤害会比较高，等能收割的时候再换回刺客形态来尾到敌人。然后刚才的会战还有一点没有说到，就是我们战士3技能按比较久，伤害也并不会更高，所以
以可以确定能放到敌人就直接放就行了，不需要特别去集气。但我们也要看技能有没有用对。我们放技能的时候，引导条上面是有一个小指标的，击超过指标就会变成战士，没击过的话就会是刺客啊。这个主要就是让我们能够在用刺客技能的时候能够指定方向，实在是非常贴心啊。好，那这边乌龟打完，我们先回来收自家蓝 buff， 因为现在其实还是游戏前期，我的 CD 装还不够，所以蓝 buff 还是比较重要的。那这边刷完蓝，赶紧来支援我的队友，先用战士1技能冲出去晕人，人马很坦，所以用战士2技能打伤害，但我想留住他，用刺客3技能缓速他继续打，但我这边失误了，我1技能不小心放开，就变成刺客1技能冲出去了。要不是这个金刚跳过来把他给收掉，应该会气死吧。刚才正确的话应该是要用战士1技能把人马继续给晕住，而且我集气的话也可以顺便等点 CD， 然后晕完之后再看人马的血量能够斩杀，就直接用刺客2技能把他给尾了，没办法的话就用战士2技能打人马，应该是都可以收掉才对啊。比较欣慰的就是刚才金刚神看我没有把人马给收掉，然后跳过来把人马给收掉，让我赚了个助攻。还有就是我终于出了第2件 CD 装了，我现在有减 CD 20% 了，加上蓝 buff 我就可以减 30% 的 CD 了。然后第3件我就出无尽对决，这是因为我认为用战士1技能晕到敌人之后砍1刀的效益算是很不错的，而且我倾向于先把减 CD 给叠满，团战的效益会更好，无尽对决的伤害也不会比绿刀差，就是因为那一刀真实伤害。当然先出绿刀的减伤能力会更好，不过让技能 CD 更短一点我觉得是更重要的事情，所以我绿刀是摆在后面点才出的，况且绿刀那么贵是吧？思路其实跟前面讲的想法是一样的，我们 CD 越短的话，我们的1-3技能就可以越常用，相对来说也有伤害，而且还可以增加我们跑图的能力。哇，这边我操作失误了，本来要刺客1技能过去，然后直接刺客2技能把哈利给斩杀的，但是我刚才并没有按好，但失误了，这也没有办法，这也是速游我觉得比较困难的一点的地方，因为我们要使用刺客的技能的话是没有办法瞄准太久的。那还有一点要跟大家讲，就是中期有一点装备之后，赚钱速度是游戏越后期会赚得越快，而前期是最难熬的时刻，所以我们绿刀摆后面点再出，速游适合出绿刀的原因就是因为可以减少伤害嘛。但就像我之前常提到过的，这游戏正常来说就是打前中期，一场正常的游戏就是15分左右或是更少。总之大家就是参考参考吧，还是自己习惯怎么玩会更为重要。这边看到没？现在是30% 的减 CD， 先叠减 CD 的话，技能就不需要去省了，再也不用担心说技能乱放没有办法打好会战了，而且伤害也是非常足够的。然后刚才我也是用刺客的1技能来补伤害了，或者是说刚才黑龙的3技能有可能会有控制嘛，那我们也可以用1技能去躲一下。而且现在我还没有把无尽对决出来，如果出来的话，我放任何技能之后的普攻都会变成强化普攻，有真实伤害的。先看这个地方有没有我们的技能是没有办法取消的，引导之后它也是会进入 CD， 这边穿插一下让大家看得更清楚一些。所以我们按了技能想要取消的话是不一定要特别去取消的，不过大家如果思绪反应够快的话，取消是可以让技能提早开始 CD 的，那我个人是反应不过来啦。哎呀，这个纳塔真伪，真是称职。再回到刚才的话题，出无尽对决的话，伤害并不会比绿刀差，也一样有跑速。最重要的是便宜很多，也有减 CD， 而且对于打野位来说，坦度本来就不是要先追求的东西，要先追求的应该是打野的速度跟跑图的能力。早点赶快把减 CD 给叠起来，我觉得更为重要。至于伤害那种东西，在速游身上真的不用担心太多，就算是玩坦克型速游都能有还不错的伤害的。哎呀，这边我本来是想要点个塔，然后如果莱斯利打我的话，我用1技能撤退的，结果我这边点了个 Y 啊，而且金刚神跳进去，我也没有用2技能补伤害，刚才是我非常大的失误。我觉得刚才那个金刚神在跳进去之后，一定边玩边骂我吧。所以像刚才那种情况，就
就算我失误了，我也应该把2技能给放出来，伤害打出来之后，我再用3技能逃出来，那样子应该会更好一些。所以因为我的关系，现在也只能先等等刚才被我害死的金刚神了。那我现在的装备是已经把无尽对决给出来了，拥有30%的减 CD， 看到我的技能 CD 是5秒出头，但是我是打野，有权利不让 buff 给我的队友，所以可以开始出绿刀了。因为我吃了蓝就有40%的减 CD 了，叠满之后技能只需要 4.5 秒就可以再次释放了。哦，对了，再补充一点，战士形态的时候，我们的普攻是会比刺客形态稍微再远一点点的，所以看这边我进场之后，觉得需要在敌方阵型内拼命的话，可以先用战士形态跟着打，敌方人多血厚，也可以先用战士3技能进行消耗，而且我们有出狩猎之击，刚好可以补足战士形态跑速慢的缺点。这边背后还有敌人，战士形态比较坦，也比较安心，而且用战士3技能也不容易被打断，回头收来失利，再转回刺客形态，比较不会被围殴，跟需要走位的时候再用刺客形态。那这个冲比较痛，再转成战士形态跟他对撸，等我可以斩杀他的时候，再用刺客2技能收割。那现在对面剩下哈利，他的蓝要升了，肯定会想出来清兵打蓝，但他不知道哪来的勇气，明明刚才看到我在这边，还敢出来清兵，直接赏他一套，然后这个3技能后面有伤害，特别重要，转回刺客形态，加上狩猎之击加跑速，直接把哈利送回去泡温泉。而且刚才我还没有冰刺猎杀呢，如果冰刺猎杀的话，会跑得更恐怖的快啊！也非常幸运，刚好领主出生了，并且打野的哈利死掉了，我们就直接来开领主。虽然我的队友在下面，但是我信心十足。金刚神也来陪我了，他看了我后来的表现，应该已经不记得我刚才把他给害死了吧？哇，金刚神勇往直前，一个顶3个，我们现在2打3，队友还在赶路中。这边看到没？有装备之后打脆皮，直接刺客技能跟着砍就可以了，再用战士1技能帮队友提供控制，有时候也可以用来保护自家的后排。那现在这边虽然对面死了3个，但我们的兵线都还有点距离啊，我判断是来不及在他们复活前结束的，所以我看到我的队友们在清中路，没有等领主，我赶快去清上路的兵线，尽量让小兵能够一起爬上高地。哎呀，这个米娅不打中路，跑去带领主线啊，他不知道让领主多活久一点会更好。不过敌人都被中路跟领主吸引过去了，等他们发现已经来不及了。我趁这个时间差，先把高地塔给爆了，本来打算先撤退了，结果我们的奥黛塔大显神威啊，在这边直接来个 double kill 啊！那其他人还在追我们下路的，就直接结束了。他们都没有发现我们已经打进来的主堡了。其实他们随便来一个，把这台炮车给清了，还有得打的说。好，那这次新角色速游大概就是这样，建议常驻刺客形态，除非你是打经验路又怕死，只敢站在后面射箭，那就主点3技能吧。不然我是建议主点2技能，并且常驻刺客形态，会比常驻在战士形态强上非常多。当然，这是我个人在这2-3天参考了不少国外大神后自行理解的，中文解说也有其他2台比我先出的，大家可以自行比较，选择自己喜欢的玩法。那今天就到这边了。感谢大家收看，我是小雨，我们下期再见了。